直到看见爱宝听见福宝名字后愣住，才明白从始至终他最疼爱的依旧是大闺女。这天，江爷爷前来探望正在干饭的爱宝，闲聊时不经意间提到了福宝的名字，而艾女士听到后瞬间呆愣在原地。虽然她将精力放在照顾双胞胎仔仔身上，但哪位母亲又能忘记自己辛苦养大的宝贝呢？小福宝刚出生的时候，初为母亲的爱宝将全部的爱都给了他，抱着小福宝不吃不喝整整3天3夜，甚至在这期间也从来不睡觉上厕所。就连江爷爷也感叹爱宝24小时里从来没有将小家伙放下来过。这样强烈的母爱令爷爷闻所未闻。由于长时间抱着孩子靠在栏杆上，导致艾女士背部感染发炎。虽然爷爷及时发现并涂抹药，但依旧留下了母爱的痕迹。而福宝甚至没有喝过盆盆奶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喝爱宝的母乳长大的。别的同龄小熊想喝奶，直接被妈妈踹到一边。然而体型和妈妈一样大的福宝，却还能没羞没臊地窝在艾女士怀里吃饭。即便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艾女士也没有任何推开福宝的举动，反而将头靠在宝贝女儿身上，轻轻搂着她，好像在说：“宝贝，慢慢喝，不要呛到了。”当调皮的福宝爬树时不小心踩到，爱宝听到呼喊声，急忙爬上树想要解救女儿，但由于福宝太过挣扎，身体已经被卡住。艾女士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能成功，于是爱宝赶忙爬下木架，去寻求江宋2位爸爸的帮助，才成功解救出调皮鬼福猪猪。等到福宝长大开始独立营业时，爱宝显得十分惶恐，四处寻找福宝的身影。最后他焦急地不断发出呼喊，试图得到女儿的回应。江爷爷看到后十分心疼，等到晚上为母女俩安排了见面，两熊再也控制不住思念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仿佛在说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。以往都是小魔王福宝标记妈妈，而这次爱宝第一次主动标记了女儿，仿佛这样做母女俩就永远不会分开。虽然这段时间爱宝一直在照顾双胞胎，母女已经很久没有见面贴贴了，但一听到福宝的名字，她依旧止不住地关心。可惜福猪猪已经3岁，马上就要回国相亲，也许母女俩今后都很难相见。但愿这天底下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。福宝的毛拳头终于后继有雄了，二妹狂揍老妈艾女士，恐难以招架。这天福二妹吃饱喝足后想跟妈妈玩，但艾女士因为给孩子喂奶还饿着肚子，便强行按住福二妹，祈祷她赶紧睡着。可5.2千克体重却拥有5.19千克反骨，熊孩子愣是表示不服气，张牙舞爪地挥舞着小短手向妈妈脸上挥去。艾女士结结实实挨了一拳，气得龇牙咧嘴，心想要不是还小老娘早就揍得你屁滚尿流。而福二妹也展现出第2代龙人是毛拳头的威风，就这样你一拳我一口，母女俩打得不亦乐乎。艾女士又挨了几个大鼻沟后彻底失去耐心，直接用毛拳头报复似的按住福二妹的小脑袋瓜，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制服熊孩子。但此时的爱宝一直没吃饭，饿着肚子，便尝试把福二妹的眼睛蒙上，让她赶紧睡觉。一旁的吃瓜群众将爷爷赶紧自告奋勇。当江爷爷蹲在福二妹身旁打扫卫生时，小家伙直勾勾盯着对方的长靴。江爷爷忍不住感叹他两眼放光的模样像极了福宝，并且爷爷有事出去时，福二妹还恋恋不舍地看着。原来小家伙只是长相随了便宜老爹，性格爱好还是和姐姐福宝非常相似的，狗叫拳击闹妈妈样样精通。而福大妹不光长得像福宝，就连性格也像复制粘贴，并且比福二妹更胜一筹的是，她获得了江爷爷官方认证第2代龙人是毛拳头。此外，这天刚好是交换2个仔仔的时间，一向讨熊嫌弃的宋3岁，这次也毫不例外的被福大妹吼了。果然，只有宋3岁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可以看到，福大妹眼睛和嘴腿子都像极了福宝，鬼精鬼精的小眼神更是藏了800个心眼子，仿佛看到了准备悄摸干坏事的福猪猪。等到了艾女士身边，不知是不是太激动，福大妹直接挥舞着拳头给了老妈几巴掌。好在力道并不大，艾女士没有跟闺女计较，但福大妹对自己的上肢力量非常不满。等到艾女士去隔壁房间吃饭的时候，福大妹努力撑起上半身锻炼，直到浑身打哆嗦了才慢慢趴在地上。恐怕艾女士看到这一幕定会陷入沉思，同样的福宝为什么要生3个？很难想象爱宝会如何面对2个同款服的毛拳头，估计到那时爱宝乐园又将是鸡飞狗跳的场景。谭爷爷究竟有多宠宝贝花花，宁愿臊到脸红也要亲自教她玩滑梯，因为花花是第一次玩滑梯，不会技巧。他小心翼翼地试图从滑道爬上去，结果一不小心当场来了个脸煞。心疼的谭爷爷决定现场亲自给孙女做示范。只见他端着一大盆果果，告诉花花认真学，随后当着周围游客的面体验了一次国宝滑梯。可以看到谭爷爷滑下去后，整张脸都臊红了。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超爱宝贝花花。而聪明的女明星一看爷爷的示范就学会了，紧跟着谭爷爷身后顺利滑下滑梯。看着花花成功掌握了玩滑梯技巧，谭爷爷开心的嘴都咧到耳后根了，还宠溺的奖励给宝贝花花一大块苹果。
其实早在谭爷爷给花花上体育课时，他就曾亲自教宝贝孙女如何爬上木架，可见谭爷爷对花花的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当调皮的小叶子和花花抢夺秋千时，不小心把姐姐拱进了水池里，结果第二天谭爷爷就把罪魁祸首拆掉了。这恐怕就是熊猫史上寿命最短的秋千吧。但谭爷爷知道宝贝花花非常喜欢玩这个秋千，于是在经过一番改造后挂在了安全地方，四周的绳子也套上粗粗的竹筒，防止绕脖子。花花对这个新秋千喜欢的不得了，即便摔倒了也开心的直打滚。可见谭爷爷对花花的宠爱是其他小熊都没有的。他端着果果来给熊孩子们加餐时，花花因为不敢下木架，导致动作很慢。等他来到谭爷爷身边时，小伙伴们已经吃饱了。原以为花花这次会没有小苹果吃了，谁料谭爷爷专门给宝贝孙女准备切好的窝窝头和果果，并且还一点一点的喂到花花嘴里。临走时，谭爷爷生怕宝贝孙女吃不饱，还豪横的往女明星怀里塞了一大把果果。这泼天的富贵连花花本花都惊呆了，因为女明星下颌比较短，只能咬得动笋尖，所以花花炫笋时总是迪拜式吃法，长长的一根剥到最后就只能吃到1、2口，因此每次谭爷爷就会给孙女抱来一大堆竹笋，生怕宝贝花花挑挑拣拣后吃不饱。为了大孙女健康长大，谭爷爷真是操碎了心。弹棉花组合果然是天下第一好，希望时光再慢一些，爷孙俩陪伴的更久一些。不怕逗逼太奇葩，就怕全聚在一家。谁能想到北洞情绪最稳定的竟然是萌兰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显眼包蒙大套上竹篓，假装自己是大象。虽然视野被挡住，但他却能精准避开障碍物。果然，首都发展就是快，连大熊猫都用上导航了。此外，萌大的生物钟格外准时，每到加餐时间，他总是哐哐敲门提醒奶爸，甚至有时还会主动把门关上再敲。不得不说，萌大还挺有礼貌，知道要敲3下。但当黄脸奶爸没等他敲门就来送加餐时，气得萌大巴拉着栏杆骂骂咧咧：“我才不吃你，怎敢不等我敲门呢？”终于知道黄脸奶爸为何会被熊猫们集体霸凌了。此外，萌大思考熊生时非常喜欢垫下木头、竹篓、竹圈，甚至吃的竹竿都被他利用过，主打一个万物可垫下巴。而显眼包弟弟萌二也会用冰块垫下巴，只是配上他生无可恋的表情和一身黑大衣，总担心会有人在冰块上 P 图，并且萌二还会在游客们面前吃草卖惨，被姨姨们一眼识破，他还不好意思点。你别演了。随后，萌二转身潇洒离去，表示自己去跟影帝七仔学演技去了。别看萌二仓鼠脸微笑唇，一脸憨憨样，实际上他的战斗力爆表。当初北洞停电，熊猫馆的自动门乱开了，萌二和古大爷不小心撞到了一起，结果二小子不讲武德，揍得鼓鼓嗷嗷叫。可怜古大爷年轻时被2脚兽咬大腿，年纪大了还被熊孩子按地上抱着。恐怕熊猫界最倒霉的熊猫就是古大爷了吧。而北洞的胖大海从小就是个显眼包，不到1岁时就喜欢躲在墙角玩妈妈的青团，被发现了还装作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试图蒙混过关。而长大后的胖大海更是了不得，立志要靠独家手艺编鸡笼跻身福布斯，结果熬夜编的鸡笼被奶爸拿去毁闺女打鸭去。最后胖大海发现干啥都不如找个金主爸爸强，开始跳妖娆舞吸引椰树集团的注意，不知这小身段能否吸引董事长的注意。虽说大多数人都以为胖大海是个憨厚可爱的社恐熊，但实际上这小子的心眼格外多。北洞给他的个熊简介便是以戏精眼神实力出道，只见胖大海小眼神滴溜溜一转，800个心眼子的味道挠儿一下就上来，并且不同于隔壁萌兰，胖大海非常讨厌乌鸦，看到有乌鸦飞到自己身边，胖大海恨不能直接用眼神杀死对方。果然北洞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顶级显眼包，恐怕情绪最稳定的大熊猫非萌兰莫属了。天空一声巨响，爱宝闪亮登场。几日不见带娃的艾女士愈发憔悴了。这天送爷爷来探望爱宝母女俩，一进门就看到闺女正坐在乱七八糟的竹子里吃饭，福二妹则趴在一大坨青团旁思考熊生，母女俩赌气似的谁也不理谁。这熟悉的一幕直接让人梦回当年爱宝跟福宝的冷战事件。憔悴的艾女士看到宋宝出现后，瞬间像失去灵魂般满眼空洞的看着天花板，仿佛在说这娃我是一天都带不下去了。可随后爱宝想到奶爸金牌月嫂身份，立马停下干饭，眼珠子不停贴向旁边的房间。宋宝心领神会，贴心询问大闺女要不要去那待一会儿。原本爱宝还想端着架子跟奶爸谈谈条件，多争取一些自己爱吃的胡萝卜窝窝头，谁曾想听懂的福二妹扑腾着土豆腿也想往内爬，吓得艾女士赶紧跑进去，连竹子都不要。虽然双胞胎姐妹如今才3个月大，但爱宝深知她们的肺头子指数已经跟福宝媲美，这一点就连爷爷们也感同身受。宋宝去看望福大妹时不小心吵到她睡觉，暴脾气的仔仔立马抬起小脑袋，凶巴巴的看着爷爷，毛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砸在对方脸上。可身体软趴趴的福大妹实在有心无力，而宋宝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扰熊清静。忍无可忍的福大妹大吼一声表示不满，看来宋3岁被熊嫌弃的体质算是实锤了，毕竟福二妹光是看到对方就忍不住汪汪叫，高亢的声音连一旁的福大妹都被吓得翻白眼，并且福二妹小小年纪就已经展现超强的武学天赋，甚至艾女士睡觉的时候她还在练习上勾拳。
早就烦不胜烦的爱宝强行用毛拳头压制住闺女，谁料福二妹直接蓄力一个大逼斗呼了过去。看着张牙舞爪、凶巴巴的闺女，艾女士彻底陷入沉思，这孩子到底随了谁？从前爱宝照顾小家伙们温柔又细致，母爱爆棚，如今都是直接把怀里的娃扔地上自生自灭，甚至干脆连喂奶都解放双手让金牌月嫂忙活。然而爷爷们也要去照顾便宜女婿和大孙女，不能时刻守在母女俩身边。于是当宋爷爷把福二妹还给爱宝的时候，艾女士背过身去看都不想看一眼。宋3岁以为闺女还在生福二妹的气，就不断嘱咐孙女，还夸奖她不像大妹那样凶自己。听到这话，艾女士再次从灵魂深处深深叹息，仿佛在说奶爸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她只是困了懒得对你汪汪叫罢了。看来艾女士才是爱宝乐园里最清醒的那个。女明星花花上班仅3天就被荷叶气得跳脚，原来弟弟捣蛋这种事不分物种。这天花花小心翼翼地站到新秋千上，找到感觉后一个劈叉稳稳坐下，屁股上的肉肉也随着动作抖了抖。可瓜迪迪看到后想抢这个秋千玩，便跑过来一点点把花花拱下去。女明星眼见抢不过对方，就摇头晃脑地躲到树后想偷袭叶子。谁曾想贱兮兮的瓜迪迪边模仿姐姐的动作，还一边挑衅道来呀来呀，气得花花冲上去又是新一轮的互撸。最终瓜迪迪失手将姐姐推下水池，惊慌失措的花花四脚朝天在水里扑腾，并用此生最快的速度翻身逃出水池。气鼓鼓的花花甩完水扭头就走，叶子知道自己犯了错，赶紧跟过去讨好几次，心虚的小模样让人感觉又好气又想笑。然而第二天瓜迪迪又开始不安分，看到花花脑袋瓜上有个很肥的川字纹，忍不住大口咬下去，姐姐我帮你亲亲。睡梦中的花花只觉头皮骤然一紧，赶紧伸出这小短手制止瓜迪迪，生怕下一秒自己这身熊皮就被扯破了。除此之外，瓜迪迪还喜欢抢花花包好的笋，一大早姐弟俩排排坐吃笋笋，瓜迪迪暴风吸入3根后，花花才开始包。没办法，谁让女明星天生性格就慢吞吞的。这时小叶子侧身边干饭边看着花花，仿佛在为姐姐加油打气。谁曾想女明星刚包完笋皮放嘴里，就被瓜迪迪一把夺去吃个精光。花花被臭弟弟整无语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在地上重新找了一根。然而瓜迪迪接下来的骚操作让花花彻底傻眼。只见他趁着姐姐还在忙着剥笋皮，小叶子先拿起竹笋咬一口，尖尖藏怀里，随后拿起2根，一根放怀里，一根抱着吃。不得不说，瓜迪迪为干饭800的心眼都用上了。看着花花嘴里的竹笋快吃完了，小叶子赶忙再抓起一根咬一口放怀里。女明星看着眼前孤零零的竹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更杀熊诛心的是，瓜迪迪趁姐姐愣神，又探头抢走了最后一根笋。对此，饭扫光集团大小姐二狗表示：来，这个位置让给你。瓜迪迪甚至会故意当着花花的面学她走路，还回头看向姐姐，快看我学的像不像？对此，女明星只能强行无视这个显眼高低，心想要不是打不过我早就上手了。果然弟弟捣蛋这件事从来不分物种，女明星也只得默默忍受了。果然不论什么物种，当妈都会被逼。当妈前的熊猫，当妈前，冰冰和哥哥蔓越莓一起在盼盼院舍，每天都腻在一块打闹时开心的不得了，一整个就是无忧无虑的小熊，并且冰冰非常喜欢跟羊奶爸撒娇，一有时间就跑去跟对方贴贴，就算对方开玩笑推开自己也不会生气。然而冰冰当了妈后性格却逐渐暴躁，心累。他们要揍他们吗？要。哦，那就好。我爱老子。好的，妈妈。看着倒霉儿子来扰熊情景，冰冰直接大吼一声别烦老妈，吓得熊孩子立马转身跑向另一边，生怕晚1秒就会被老妈按在地上捶。原来大熊猫也拒绝不了带娃后变暴躁，当初淼淼不小心抢了闺蜜的小苹果吃，因此圆润决定生个熊孩子来折磨她。就这样，刚出生就背负使命的润九被送到淼淼怀，而润九也不负期望，凭借小小的身躯把弱不禁风的六水公主从木架上推了下去。满脸不可置信的淼淼立马起身教训熊孩子，没曾想被力大如牛的润九再次推倒，气得六水公主原地跳脚，陈圆润我真是欠你。而为了让熊孩子少来折磨自己，六水公主淼淼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甚至把头埋在树下默念看不见我看不见我，但每次都被自己肥美的体型出卖。看到熊孩子晃晃悠悠向自己走，六水公主吓得连连后退，满脸写着你不要过来呀熊孩子。相比于淼淼心软舍不得揍孩子，大部分熊猫妈妈带娃都非常简单粗暴。这天柯念还在木架上安安静静睡觉，可母爱泛滥的柯大妈妈却觉得仔仔该吃奶，二话不说直接上前咬着柯念头皮冲下来，然后抱进怀里吃给老娘吃奶，主打一个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。大熊猫勇勇喝水时，身旁熊孩子不停捣乱，看着灰不溜秋的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勇勇强行把熊孩子按水池里洗白。谁曾想好大儿直接头朝下栽进了水里，惊慌失措的仔仔拼命挣扎，还发出好几声短叫。不过好在勇勇及时给好大儿翻了身，而爱宝自从生下福宝后也化身虎妈，毕竟谁家姑娘拉完亲团用妈妈的头擦屁股。这天艾女士看到福宝正躺在木架上睡觉，于是上前弄醒他，表示该起床，吓得福宝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
可福猪猪没有睡够，并不想搭理妈妈。艾女士心想，今个可算被我逮到机会了，便伸手把不断挣扎的福宝推下木架。果然，大熊猫数量如此稀少是有原因的。